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有些人无论他怎么费尽心思讨好，买最贵的肉泥，用最高级的逗猫棒，猫咪就是不愿意靠近它，甚至躲得远远的。可是有些人明明只是安静地坐在角落，甚至只是第一次见面，猫咪却会主动走过去，在它腿边蹭来蹭去，发出那种很满足的呼噜声。你以为这只是因为猫咪性格高冷，纯粹看心情吗？其实猫的眼睛能看见人类灵魂的颜色，它们正在用生命最原始的本能读取你灵魂深处的能量频率。我们现代人每天在社会上奔波，习惯了戴上面具，习惯了隐藏自己真正的情绪。我们总以为只要表面上装得很好，就没有人能看穿我们的疲惫、焦虑，甚至是内心偶尔升起的算计。但这些你骗得过所有人，却骗不过猫。因为猫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你看不见的自己。它们更像是一块试金石，默默地检验着你灵魂的纯度。今天这支影片，我想和你分享一个关于猫与人之间非常深层的秘密。在佛教的《楞严经》里有这么一句话非常震撼。佛陀说，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这句话听起来很拗口，对吧？用白话文来说，真正的看见从来都不是用肉眼去看的，你眼睛能看到的永远都只是表象，而真正的洞察是超越了我们五官感知的。佛陀在讲这部经的时候，用了整整7处真心，不厌其烦地打破我们对于看见的误解。他想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不用眼睛看，不用耳朵听，却能直达事物本质的真实关照。而猫恰恰就保留了这种天赋。我们人类因为有了太发达的大脑，有了复杂的语言和逻辑推理，反而失去了很多本能的感知力。但猫不需要这些，它们不用语言，也不用逻辑，它们靠的是生命最纯粹的直觉。这种直觉在佛教的语境里，其实就是一种他心通的雏形。在我们民间，这就叫做识人之明。佛经里常说，业力如影随形。你这辈子做过的每一件事，你脑海中闪过的每一个念头，不管是好的、坏的、自私的，还是慈悲的，都会在你的能量场里留下印记。善良的人，他的内心是敞亮的，散发出来的能量就像春天的微风，是一种温暖柔和的光。猫咪感受到这种光，就会本能地被吸引过去。相反地，如果一个人内心阴暗，充满了算计，或者为了利益做过什么亏心事，他的能量场就会变得非常浑浊，甚至像刺猬一样充满攻击性。猫咪一靠近，就像是听到了极度刺耳的噪音，它们当然会本能地想要逃离。这绝对不是迷信，而是生命对生命最原始、最真实的回应。所以现在我想邀请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在留言区打出这8个字：心性清净，阴德深厚。因为当你打出这句话，发出这个善念的瞬间，你其实就已经在改变自己的能量频率了。你正在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容易被美好事物亲近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能量、磁场、业力、因果，这些词听起来好像很虚无缥缈，但它们却时时刻刻、真真实实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猫就是连接那个看不见的世界与看得见的世界的桥梁。在某座古老的寺院里，有一只通体雪白的猫，僧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很有禅意的名字，叫做明镜。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而是因为这只猫在寺院里待了许多年。渐渐的，大家发现它展现出了一种令人惊叹的能力。它能一眼分辨出谁是真修行者，谁又是假慈悲。在一个清晨，晨钟刚刚敲响，山门外几乎同时走进了3位访客。第一位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居士张先生，他每个月
都会来寺院捐香油钱，而且数目都不小。每次来，他总是穿着得体，谈吐优雅。见到寺院的师父，就双手合十，嘴里念着一口流利的佛教术语，看起来非常虔诚。当张居士微笑着走进大雄宝殿时，原本趴在台阶上晒太阳的明镜突然站起了身子，尾巴垂得笔直，带着一种很明显的抗拒，直接躲到了垫脚的石狮子后面。任凭张居士怎么轻声呼唤，怎么拿出身上的食物逗弄，他就是死活不肯出来。张居士觉得有些尴尬，但很快又挂上了招牌的笑容，转头对身边的知客僧说：“哎呀，这猫今天怎么这么怕生？”知客僧只是淡淡的笑了一下，没有作答，因为师父心里很清楚，明镜从不怕生，他只是在回避某种他非常不喜欢的气息。紧接着，第二位访客走上前来，这是一位开着豪车的李老板，据说他最近生意越做越大，今天特地来还愿，想感谢佛祖保佑他赚大钱。当李老板带着一身傲气靠近时，明镜的反应竟然比刚才更激烈。他不仅没有靠近，反而从喉咙里发出了低沉的警告声。明镜深深地弓起背，全身的毛发瞬间竖立起来，眼睛紧紧盯着李老板，仿佛在看着什么极度危险的东西。李老板见状非常不高兴，眉头一皱，忍不住嘀咕了一句：“这什么破猫啊，真是一点都不通人性。”他匆匆拜了几拜，转身就离开了。然而，当第三位访客，一位佝偻着背、步履蹒跚的老婆婆颤颤巍巍地走进院子时，奇迹发生了。这位老婆婆衣着非常朴素，甚至有些破旧。她的手里没有昂贵的贡品，只拎着一个洗到褪色的布袋，里面装着几个她清晨自己揉面刚蒸好的馒头，说是要来供养寺里的师傅。就在老婆婆踏上台阶的那一刻，明镜突然从石狮子后面轻快地跑了出来。他毫不犹豫地走向老人家，在他那双旧布鞋旁边轻轻地蹭着，发出非常大声、非常满足的呼噜声。老婆婆放下手里的布袋，有些吃力地蹲下身子，用她那双长满粗茧的手轻轻抚摸着明镜雪白的毛发。她的眼里流露出一种毫无杂质的慈爱。明镜就这样安心地依偎在老婆婆身边。当老婆婆起身要去见方丈时，她还一路摇着尾巴紧紧跟随。寺院的方丈是一位80多岁的老和尚，修行了一辈子，对人心的洞察早就超越了常人。他接待了这3位访客，表面上他对每个人的态度都是一样的慈悲，一样的礼遇，但在私下里，老和尚看着明镜跟在老婆婆身后的背影，对身边的小沙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明镜是一面镜子，它照出来的是人心最真实的样子。几个月后，现实的发展残酷却又无比精准地印证了明镜的直觉。那位看起来非常虔诚的张居士被查出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大量的公款。原来他的香油钱来路根本不正，他以为只要多捐点钱给寺院就可以贿赂佛祖，消除自己的业障，但内心深处的贪婪与虚伪早就在他的能量场里结成了一团黑气。明镜感受到了这种虚伪，所以本能的回避。而那位大声斥责猫咪不通人性的李老板，因为严重的逃漏税被调查，最终锒铛入狱。他去寺院还愿，不过是想用钱来买未来的平安，他的心里根本没有真正的感恩与忏悔。那位穷苦的老婆婆其实是附近村子里生活最困难的人。老伴走得早，儿子在外地打工，他一个人靠着种点青菜捡捡回收过日子。但他有一个习惯，每天起床后，无论身体多么酸痛疲惫，他都会虔诚地念上一遍心经，把这份功德回向给世间所有受苦的众生。他没有钱捐大笔的香油钱，
但每次自己蒸馒头，总会刻意多蒸几个，送给寺院的师傅，或是分给路边挨饿的流浪汉。他的善良从来不是做给别人看的，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最柔软、最纯粹的慈悲。这种干净的能量，就像深山里清澈的泉水，让明镜感受到了绝对的清净与安全。方丈后告诉弟子们，猫之所以亲近他，不是因为他有钱能买好吃的，也不是因为他有社会地位，而是因为他的心是干净的。他升起的每一个善念，每一次不求回报的付出，都在他的灵魂里积累了光明。这种光明，明镜这只猫能看见，诸佛菩萨也同样能看见。很多人在生活中会抱怨，我对这只猫那么好，买这么贵的东西给它，为什么它还是不理我？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当你对它好的时候，你的心里可能正想着，我要拍张照发在网络上，让大家看看我多有爱心，或者我养你，你就应该来疗愈我的孤单。这种带着强烈目的性与控制欲的付出，猫咪的能量场是一清二楚的。真正的善良是无条件的，是你不求任何回报。当你看见一个微小的生命时，灵魂深处本能升起的那股想要善待它的温柔。刚才我们讲了凡夫俗子的故事，但在民国时期，有一位被后人尊为近代禅宗泰斗的高僧虚云老和尚，他也曾经历过一段被猫咪狠狠上了一课的真实事迹。虚云老和尚一生修行，弘扬佛法，德高望重，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被一只猫深深地鄙视过，而这只猫却成了他后来修行路上最重要的一次警醒。那时候，虚云老和尚还不叫虚云，他是一个刚刚出家不久的小沙弥，法号叫古岩。古岩非常聪明，看经书几乎过目不忘，很快就在寺院里崭露头角。师父和师兄弟们都非常赞赏他。年轻气盛的他，心里难免悄悄升起了一丝傲慢。他觉得自己比别人有慧根，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代高僧。当时寺院里养了一只老猫，这只老猫脾气很好，平时非常亲人，谁叫它都会回应，谁摸它也都不反抗。可是唯独对年轻的古岩，这只老猫始终保持着一种敬而远之的距离。每次古岩经过，只要它一靠近，原本趴着的老猫就会默默地站起来，慢吞吞地走到别的地方去。起初古岩没放在心上，但时间久了，他发现这种情况反复出现，心里难免觉得有些不痛快。直到有一天，古岩在禅堂里打坐，突然之间，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为什么连一只猫都不愿意亲近我？这个念头就像一颗种子，瞬间在他心里生了根。表面上看，他每天按时早晚课、诵经、打坐、出坡、劳作，没有犯过任何一条戒律。可是当他真的静下心来，拿着放大镜去检视自己的内心时，他吓了一跳。他发现自己虽然每天都在念佛修行，但骨子里却带着一种隐秘的优越感，那种我比你们都强，我比你们都懂的傲慢，非常微细，微细到连他自己平时都没有察觉，但它确实存在，就像一层看不见的灰尘，厚厚地覆盖在他的心上。那是一种冰冷坚硬的能量。猫咪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傲慢。从那天起，古岩才真正开始了属于他的修行。他不再满足于只是把经文背得滚瓜烂熟，而是去体悟经文背后那份真正的谦卑。他开始时时刻刻盯着自己的起心动念，只要心里一升起傲慢、轻视、嫉妒的情绪，他就立刻觉察，立刻在心里忏悔。他学会了把每一个生命，不管是资质愚钝的师弟，还是一只老猫，都看作是与自己平等的存在。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痛苦，
因为你要亲手撕开自己的面具，去直面内心那些最丑陋的角落。但他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大约过了2年，有一天清晨，古岩在院子里惊行散步，那只已经老得快走不动的猫突然慢慢地走了过来。他走到古岩的僧袍边，轻轻地蹭了蹭，然后非常安静地趴在他的脚边，发出了极其微弱却很安心的呼噜声。古岩整个人愣住了，他慢慢蹲下身，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这只曾经拒绝过他的老猫。那一刻，眼泪不受控制地从他脸上滑落。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不是猫改变了，而是他自己改变了。他终于洗净了灵魂里的傲慢，他的能量场变得柔和纯净，而猫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份转变。多年以后，虚云老和尚到云南的鸡足山修行，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位远近驰名的高僧了，但他依然过着极度简朴的生活。他住在深山里的一间破茅棚，每天打坐、念经、托钵、化缘。山里面有很多野猫，这些野猫平时非常怕人，只要一听到脚步声就会一溜烟地跑掉。可是渐渐的，寺里的僧人们发现了一个奇景，每当虚云老和尚外出化缘，走在山路上，他的身后总会跟着好几只野猫，它们就像是护法一样，不靠得太近，但绝对不离开，就这样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默默地一路跟随。有一次，虚云老和尚在山路上遇到了强盗，几个蒙着面的强盗拿着刀，凶神恶煞地把老和尚拦了下来，要抢他手里的钵盂，以为那里面装着化缘来的钱财。虚云老和尚看着他们，眼神里没有一丝恐惧，他平静地说：贫僧一无所有，钵里只有几粒米饭，你们若是饿了，就拿去吃吧。强盗们被这位老和尚的淡定给镇住了，面面相觑，正犹豫着要不要动手。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周围的草丛里窜出了10几只野猫，它们迅速围成一个圆圈，把虚云老和尚严严实实地护在中间。所有的猫都对着强盗弓起背，发出极度凶狠的低吼声。在昏暗的山林里，那些猫的眼睛闪闪发光，仿佛带着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誓死守护着这位高僧。几个强盗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当场吓得浑身发毛，丢下武器，头也不回地跑了。后来弟子们问起这件事，虚云老和尚只是淡淡地说：这些猫不是我养的，我也没有特地拿食物去喂它们，它们之所以愿意护持我，是因为它们能感受到我的心，我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慈悲，没有分别，没有算计，甚至没有恐惧。这种纯粹的慈悲会在无形中形成一种保护场，这种保护场不仅猫能感应到，天龙护法也一样能感应到。这个真实的历史公案告诉我们，动物的感知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猫咪绝对不会被你华丽的外表、你的财富、地位，甚至是你身上穿着的出家法服给迷惑，它只看你的本质。如果你心里藏着阴暗、算计和傲慢，就算你表面上对它再好，它也不会真正信任你。但如果你的心是纯净的、柔软的、充满慈悲的，就算你从来没有刻意讨好过它，它也会不由自主地被你吸引，甚至在危急时刻愿意用小小的生命来守护你。其实刚才说的这种灵魂的验证，在我们当代的都市里每天都在发生，只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它。我认识一位年薪100万的高阶主管王先生，他养了2只昂贵的名种猫，给他们最顶级的物质生活，但猫却始终对他保持冰冷的距离，从不亲近。直到后来他的公司爆发严重的内部纠纷，他在失眠的夜晚里开始反省自己多年来为了上位的不择手段与冷血算计。他开始尝试改变，退还回扣，真诚道歉，一点一滴洗净内心的肮脏。神奇的是，
就在他决定重新做人之后，有一天，一只猫竟然主动跳上他的大腿，安心地打起呼噜。他哭了，不是因为猫亲近他而高兴，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过去的自己是多么令人厌恶，讨厌到连一只猫都不愿意靠近。而现在，他终于把那个肮脏的自己一点一滴地洗干净了。这是一个迷途知返的例子，相反的例子也有。有一个女生叫小美，她在一家公益组织上班，收入不高，租的是一间没有电梯的老旧公寓，生活过得很拮据。但她有一个习惯，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她都会去喂街头的流浪猫，每天下班都会用最便宜的猫饲料默默喂食街头的流浪猫。看到流浪猫，她就轻轻蹲下来，用很温柔的声音呼唤它们。久而久之，那一片区域的流浪猫都认识它了。每次只要它一出现，猫咪们就会从各个角落跑出来，围着它转，蹭它的腿。甚至有些本来防备心很重、很凶的野猫，见到它也会完全放下戒备，翻出肚子让它摸。更神奇的是，有一次小美生了重病，好几天没办法去喂猫。等她康复后再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她发现那些猫竟然一直守在她平时喂食的角落，一动也不动，像是在等她回来。小美这种不求回报的纯粹善良，为她累积了深厚的福报。后来，小美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机。她因为长期踏实的做公益，被一家大企业的老板注意到了。那位老板被她的纯善打动，不仅主动资助了她的公益项目，还邀请她加入公司担任公益部门的负责人，薪水翻了好几倍。更幸运的是，她遇到了一个真心爱她的男生。那个男生说，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看见她蹲在路边喂流浪猫，那个画面深深打动了他。他觉得一个能这样温柔善待小动物的女孩，灵魂一定非常干净。这两个对比鲜明的例子，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猫真是一面镜子，它照出来的是你灵魂最真实的模样。你可以骗过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但你绝对骗不过猫。它不在乎你有多少存款，不在乎你开什么车，它只在乎你的心是干净还是肮脏，是善良还是邪恶。我们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你脑袋里转过的每一个念头，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会产生相应的能量波动。善的念头会产生清净的向上的能量，恶的念头就会产生浑浊的向下的能量。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改善我们与猫的关系，甚至改善我们整个人的运气呢？最根本的方法绝对不是去网络上学什么高阶逗猫技巧，也不是花大钱去买最贵的猫粮，而是要从根本上去改变我们自己的内心，提升我们灵魂的频率。接下来我想和你分享3个层次的微行动。这不是那种做给别人看的表演性善良，而是真正从你内在做起，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实践的转化。第一层叫做断舍离与静心。你可以把我们的内心想象成一个房间，如果这个房间长期不打扫，就会堆积越来越多的垃圾，那些你过去的怨恨，对同事的嫉妒，对某个决定的后悔，还有对未来的恐惧，这些通通都是情绪垃圾。这些垃圾霸占了你内心的空间，让你的能量场变得非常沉重，非常浑浊。猫咪感受到这种浑浊，当然会想躲开。所以真正的断舍离，不只是扔掉家里不需要的物品，更重要的是清理你内心的执念。你现在心里还怨恨着谁吗？试着原谅他吧，不是因为他值得原谅，而是为了你自己。因为怨恨只会让你的心变得更沉重。你对过去发生的某件事还一直耿耿于怀吗？试着接纳它吧，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后悔改变不了任何事，它只会白白消耗你当下的能量。
我建议你今天晚上睡觉前给自己10分钟的时间，闭上眼睛，在脑海中回顾一下今天发生的事。如果有让什么你生气、焦虑、难过的情绪，请你不要压抑它，但也不要沉溺在里面。试着把自己当作一个旁观者，看着这些情绪，然后深深地吸一口气。接着，随着你缓缓吐气的时候，想象这些负面的情绪就像黑色的烟雾一样被你吐了出去，消散在空气中。每天晚上坚持清理这些内心垃圾，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的心变得好轻盈，你的能量场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澈。猫咪一定会第一个感受到你这份清爽的变化。第二层是慈悲心的外溢练习。佛教里有一个非常高级的概念，叫做无相布施。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的心里没有我正在施舍你的优越感，也没有你以后应该要报答我的期待，你只是刚好看到一个生命需要帮助，于是你自然地伸出了手。我们该怎么培养这种慈悲心呢？就从最微小的事情开始。明天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地上一群蚂蚁，不要踩死它们，稍微绕个道吧。如果你看到路边的流浪猫狗，刚好手边有食物，就轻轻放下，喂给它们吃。如果你在车站看到乞丐，愿意的话就给他一点零钱。当你的慈悲心被训练得足够强大，它就会自然而然地从你身上溢出来。猫咪是最喜欢这种温暖磁场的。第三层，也是最高的一层，叫做培养柔软心。什么是柔软心？就是一颗不坚硬、不对抗、不执着的心。老子说过，水是最柔软的，但它却可以穿透最坚硬的石头。小草是最柔弱的，但它却能从水泥裂缝中顽强地生长出来。所以柔软从来都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极高的智慧和力量。很多人之所以跟猫的关系不好，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心太硬了。我们习惯了控制，习惯了命令，我们希望猫咪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生活。我想抱你的时候，你就得乖乖给我抱；我不想理你的时候，你最好安静，别吵。但猫是有灵性的生命啊，它有自己的节奏，你越想控制它，它就逃得越远。这难道不就像我们的人际关系吗？要培养柔软心，关键就是放下控制欲，学会去尊重每一个生命的独立性。当猫不想理你的时候，给它一点空间；当猫主动靠近的时候，温柔地回应它，但也不要过度热情，让它觉得有压力。去观察它尾巴的摆动，耳朵的转向，用心去感受它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请把这份柔软延伸到你生活中的每一段关系里。对家人少一点指责，多一点理解；对同事少一点恶性竞争，多一点合作；对陌生人少一点冷漠，多一点善意。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鸟事跟挫折，少一点抗拒，多一点接纳。佛陀说，一切唯心造，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完全取决于你的心是什么样子。当你的心是硬的、冰冷的、封闭的，你的世界就会充满对抗和障碍。可是当你的心变得柔软、温暖、敞开的时候，你会惊讶地发现，整个世界都对你温柔了起来，人际关系变好了，工作顺利了，连运气都跟着好转了。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因为你的能量场改变了，你跟这个世界的共振频率提高了。而猫咪就是那个第一个跑来向你报告这个好消息的小使者。说到底，猫喜不喜欢你，从来都不是猫的问题。如果你发现身边的猫总是不喜欢你，请不要责怪猫，也不要觉得它们不通人性。相反地，你要在心里默默感谢它们，因为它们是在用最直接的方式提醒你，是时候该停下来，看看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堆积了太多负面的情绪，是不是在不知不觉的算计中
让灵魂蒙上了灰尘。请记住，改变永远从觉察开始。当你愿意诚实地看见自己的起心动念，当你开始清理内心的垃圾，当你试着去培养真正的慈悲与柔软，你会发现，不仅仅是猫开始喜欢你了，你整个人生都会迎来不可思议的转变。你种下什么因，就会收获什么果；你散发出什么样的频率，就会吸引来什么样的回应。猫只是第一个向你揭示这个真相的使者。如果你愿意听懂它们的语言，如果你愿意为了成为更好的人而改变，那么你的人生将会从此截然不同。愿每一个看到这支影片的你，最终都能成为一个被猫深深喜爱着的人，因为那意味着你的灵魂是干净的，你的心是纯善的，你正走在一条积累阴德、通往无量光明的道路上。如果你此刻的心有了一点点的触动，如果你也愿意从今天开始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加柔软、慈悲，现在我想邀请你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感悟。你可以分享你与猫咪之间温暖的故事，或者只是简单的为自己、为家人写下一句善言与祈福。愿我成为一个灵魂干净的人，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请相信，你在这里留下的每一个善念，都是一粒充满光的种子，它们会在虚空中形成一个强大、清净的正向磁场。终有一天，这些种子都会开花结果，把最美好的福报带回你的生命里。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见。